大人。庄大人，下官拜见赵大人。往后退点。啊？哦。别见怪，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，如今难免有些破旧。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，是营善司的失职。是我没有上报朝廷，何来失职？老爷慢点啊！听闻你对建筑法式颇有研究，我倒是班门弄斧了。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儿都亲力亲为，赠还受教了。跟我来。赵大人，这就不用看了，我知道里面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。可惜楚怀明已经死了，这个账簿再怎么对，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。大人明察秋毫，是要明察秋毫。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，不知道抬头看天，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。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，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？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，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。下官想，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。不管那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，做官的天天被人参，等到奏本堆成了小山，你无罪都变成了有罪。大人提点的对，但下官斗胆一问，依大人之见，为官者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，难道就只能作弊上官吗？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，想在官场上立威，倒算是个好手段。但如果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，这样做就大错特错。下官不明白，还请大人赐教。你入官场是凭京侯举荐的，年纪轻轻就做上了五品监正，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，这想法没错，但你别忘了，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是多大的官，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，那下官都不怕得罪。下官会继续查，斗胆请大人相助，将他们一一惩处。内阁收了你的名单，你是风起云涌，先查谁后查谁，谁被杀谁流放，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，
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暗劲儿在较量。你贸然搅动这汪池水，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？下官要的正是如此。若朝堂上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，那这份名单递上去，不会引起丝毫动静。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，相互攻讦呢？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，那么谁来替朝廷做这惩奸除恶的好事呢？若能合纵连横，厘清其中的派别，借力打力，分而治之，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，便情有可原。这恐怕不是平静侯的意思吧？否则楚怀明在的时候，早就这样做了。你投靠他，就是为了这一天？那我就多言一句。官场险恶，做事之前先做稳。想整顿吏治，必须先保护好自己，因为越高的位置，能做的事情越多。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，先走到那个位置去。下官受教了。至于这账，就引以为戒吧。老爷，时辰到了，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。更衣。是。哦，藏海，这个宅子好些年了，住着习惯。既然你来了，外面的瓦片就帮我补一补，可好？大人尽管放心。老爷，哎，这柄瓦刀有些钝了，劳烦你再拿一把新的来。啊，对了，顺道再拿一些新的瓦片和白灰。是。布政司呈上来的字长带了吗？啊，您之前没吩咐，都在书房放着呢。贵府，
老爷您慢点。藏海呢？老爷，藏大人让我去拿工具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大人，我在问你话呢。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？回大人，方才在前院的时候，有一位小厮跟我说，书房时常感觉阴冷，但又不知是何原因，想让我过来看看。是吗？那你都看出什么了？下官仔细看过了，不过就是年久失修，有些漏风罢了。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，不易察觉。正如大人所说，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，便尽力着手修补。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，是下官冒失了。那让你费心了。不过，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，干系重大，你贸然进入，看到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此刻都很难说清楚。刚才你说，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，那人呢？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，他人还在外面看着。老刚，在。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，让大人一一辨认，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。一旦查出，严惩不贷。是。老爷，都在这儿了。向大人，好好的看看，是哪个小厮？找到了吗？回大人，下官也是第一次见，实在是记不清了。无妨。你不记得他，他却一定记得你。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？又是谁说书房阴冷，请他来看的？既然都不承认，就一起受罚吧。大人，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。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，到底是谁？说出来，保证不受罚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这些人跟了我多年，都知道府上的规矩。若是你跟我说谎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。臧大人今日究竟为何而来？要是说不清楚，恐怕咱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说话了。爹，
是我叫他来的。爹，你的书房旧成这样，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，还害得你常年头痛。既然臧大人说他是青天剑监正，我便请他过来看看。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，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，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。你叫他来的？他说是一名小厮。爹，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，还是男子装吧。倒是他，居然把我认成了一个小厮，当真是该罚啊！还请小姐恕罪，是下官眼拙，确实多有冒犯。当真是你叫他来的？我与他素不相识，我为何会替他说谎啊？原来是一个误会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踏踏实实的把书房修好。赵刚，老爷，陪好臧大人。是。贞顺9年8月20日，也就是我家出事前，赵秉文是户部员外郎，朝廷命他去越州赈灾。所以赵秉文在你家出事那一夜，根本就不在京城。嗯，没错。越州离京城路途遥远，一来一回，大概需要20日。谨慎行事。我去查一下当地的县志，若是能对照上，那赵秉文就不会是第3人。这查着查着，线索又断了。哎，也不是全无收获。你这不还知道了香小姐身边那个八公子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吗？这富贵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跑到枕楼去当说书先生。我爹要是户部尚书，我整天啥事儿不干，每天东奔西走的去征税，天天从别人手上拿银子，那是啥感觉呀？师傅，快醒醒，别做梦了。哎，不过我有一事相求。您之前开书坊的时候，可有见过什么珍奇的画本？我想给他送过去，以表感谢。画本，我倒是有一些老朋友手里收藏了不少。不过你不觉得你谢错人了吗？你和八公子没什么交情，人家凭什么帮你啊？你好好想想吧。臧大人真是神通广大，韩擒虎画本，我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。那日在赵大人面前，多亏了八公子解围，今日送些画本过来，以表感激。臧大人客气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枕楼的八公子，竟然是赵府的千金。怎么，赵府的千金就不能身居望月阁的幕后？我不是那意思，只是赵小姐可以瞒天过海，扮作说书人，将天下之事说与百姓听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好了，这画本我就收下了。今晚我就讲这些吧，得赶紧去背一下。臧大人，赶紧去聊正事儿吧。香老板，臧大人来了，那晚夜宴一别，还未来得及。你上来说话。香老板，
桑洛酒被你喝没了，薄茶一杯，凑合着喝吧。咱们在这望月阁见过几次了？最开始你连茶钱都付不起，现在已经是永荣王爷的座上宾，想必要不了多久，这朱雀头你都能点灯了吧？在下还差得远呢。那也多谢你相助，这古币的人情，就算你还清了。不过在下一直很好奇，你那晚为何会去找喝醉酒的永荣王爷？我去拿回我自己的那枚古币，天经地义。若只是拿回古币，你又为何会问永荣王爷问题？永荣说什么了？他说有个女子向他问了话，但问了什么，他记不太清了。一个要找回自己东西的人，是不会跟王爷说话的。向老板，你一定有很多秘密吧？难道只有臧大人能有秘密，我就不能有秘密了？你想知道啊？拿你的来换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不该打听的绝不打听。不说就不说。你方才给八公子什么东西了？你想知道？拿你的秘密来换？你就是些画本。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看上了，还说今晚就说这个。那还真是稀罕事儿，我倒要看看今晚这画本说的怎么样。要不要一起听听啊？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了，等我忙完了，再来崭楼叨扰。随你的便。臧大人，可别把自己累坏了。皇上今日在含章殿批阅奏本，不来上朝了。各位大人，今日可有事要奏？臣有事启奏。礼部有何事啊？距春闱已不足半年，礼部已算过，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。1月前，内阁已递上票拟，但迟迟未得批红。黄大人有所不知啊，这份票拟一直呈在含章殿的御案之上，倒不是有意压着，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，户部赈灾济民，眼下国库亏空，6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。若真得花费10万两，不如就改3年1试为5年1试。也可替朝廷分忧啊。科举延期2年，只恐怕会影响官吏全选。石大人多虑了，官吏的选用，吏部可以举荐嘛。就像近日刚刚上任的臧大人，不也是侯爷举荐而来的吗？多谢曹公公夸奖。这钦天监监正必须是堪舆大才，非科举可选。
千里马常有，伯乐难寻。这6部官吏的任用，石大人才是伯乐。既然侯爷这么说了，那石大人，你觉得呢？科举由礼部负责，吏部就不多言了。此事容内阁再做商议。黄大人，不妨拟一个新的奏本，看看这开支能不能少点。各位大人，还有事要奏吗？既无事启奏，咱家要替皇上传一道旨意：傅知松将军守土护民，皇上念其有功，特赐傅将军在先帝陵畔陪葬，以示皇恩。藏海此前修缮皇陵，陛下甚为满意。依我看，傅大将军的葬仪就交给钦天监负责吧。2月时间，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？下官领旨。陛下旨意，着户部拨银3万两，以资修建。户部领旨。有劳诸位大人，今日就退朝吧。寻常公爵下葬，只用游山做棺，土山做椁。但傅大将军劳苦功高，皇上恩许他的棺椁用金丝楠木。是大人，我清楚了。世学，钦天监其他司近日都公务繁多，只有你能腾出手来帮我。监工一事交给你来做，务必要仔细谨慎些。大人放心吧。哎，为何这些工匠都如此年轻？雕砖修碑的活儿，靠的不是力气，而是经验。越老的工匠，手艺越纯熟。这些人都太年轻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只怕工期要延后。大人说的没错。过去钦天监，凡是领了朝廷的丧葬之事，工匠都是从工部付银差事，每次来的都是最手熟好用的。只是这次不知为何，派来的都是些手生的年轻人。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大人，你们怎么做事的？这可是工部仅剩的一批雕花砖了。大人恕罪，小人们不是故意的，请大人饶命吧。碎成这样，用不了了。臧大人，臧大人，大公子，大人，昨日大人，拦不住啊。是。大公子，昨日我递的帖子，您哎，在这儿你得叫我大人。是。庄大人，下官前来是为了增加修造坟冢工匠一事。我在工部也批过不少营修的事项，从未有人对工匠的指派提出过异议。怎么就你有问题？回大人，这一次的工期实在太短，雕修将军的坟冢又需要大量的营造经验，没有熟手，这次恐怕难以如期交付啊。还好工部有您在，下官这才过来讨个自家的人情，求您帮忙啊。自家的人情？这自家的人情恐怕也分人吧。你这有事来找我商量，帖子却比人先到，看来
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你这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公事公办了。你想要人是吧？不巧，天凉了，这工人都被派去修葺皇宫各殿了。你说我这既没钱又没人的，怎么帮你啊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傅大将军下葬一事，关系到侯爷交予我的一项重任。若是办不好，下官担心会误了侯爷的大计呀。我爹，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？大人，侯爷交予我的这项差事，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。您若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回去问问侯爷。可若误了这个差事，你我都担当不起啊。那既然是侯府的家事，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啊。哎，你们几个，出去。是。此事呢，也并不是全无办法。你说说，你需要多少个人？40人。40人，我觉得不够。皇上重视傅大将军，这坟冢要修得又快又好。这样，我给你80人。大人，下官用不了这么多人啊。你提80人，我给你40个人，保证不耽误工期。这剩下的40人呢，我就不请了。至于这多出来的款项呢，咱们拿来上下打点为用。你觉得如何？大人，您这是要吃空饷啊，绝对不可。若是被曹公公知道了，没有办法交代。哎呀，曹公公不会追究的。这朝廷上下谁没有干过这种闪转腾挪的事儿啊？此事不同，万万不可。就我不帮你，你搬出我爹来压我来，我这办法帮你想好了，你又为难上了。我就这么告诉你吧，工部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我也只能想出这么个办法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大人言重了，那这样吧，下官还是自己去想别的办法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世轩，哎，大人，您来了。您看，别说让工部换一批有经验的老工匠了，如今连年轻的都给调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工部的人说，宫里有些地方受损漏风，需要增加人手，这些工匠都被调去修补，说修完了再给咱们送回来。在下陆然，是都尉司的一个小官。青天剑不辞劳苦督办傅之松将军的葬仪，曹公公特遣本官来慰问大人。这盒子里是些点心，大人将就着吃。多谢陆大人。大人若是方便的话，不妨带我进去转转。请。这儿就是停放大将军棺椁的墓室。人死了之后，
就葬在这么一小片地方，不算小了，许多人只埋的一张草席这么大。臧大人，这才刚刚开始雕刻，就连碑碣都还没做呢。这可是个大工程，就你们2个，人手够吗？是啊，本官也正苦恼呢。可如今寒露将至，这宫里许多地方都受损漏风，工匠们都被调去修补了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。修补皇宫要用人，那当然得调派人手紧着皇上的事儿先来。所以你这差事确实也是不容易。以前很多官员遇到难事儿，都以为是上头在压自己，气急的写了奏本就要撞死在皇上面前。公公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如果被逼急了，要参，可别参错了人，否则撞死也是白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臧大人要是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，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用心啊。这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，不知陆大人可否提点的深一点？那我就直说了，公公今日遣我来呢，是怕你误会了他的好意。曹公公力排众议，要你负责副大将军葬仪的事儿，是看中你能力过人又办事稳重，这才给了你个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。这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。多谢曹公公厚爱，下官感激不尽。公公后日要办家宴，会宴请朝中一些要好的官员。大人若是不忙，倒是可以过来凑凑热闹。若是能讨得曹公公的欢心，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。啊，行了，今日差事办得差不多了，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还得给你封请帖，不然你也进不去曹府的门呀。曹敬贤个太监，他办哪门子家宴嘛？他上无老，下他更不能有小了。请你过去陪他那些孝子贤孙一起演戏吗？他先是刁难我，然后又派人过来提点我，这是想让我投靠他，背叛平津侯啊。最终目的，自然是归西。哎，陆然此人如何？此人应该也是曹敬贤的义子，说话滴水不漏，也不是个好对付的。阎王一躲，小鬼难缠啊！坟冢若是不能如期交付，那曹敬贤一定会治我个欺君之罪。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见阎王了。小海啊，要不你去跟曹公公服个软，求个庇佑？师傅，您是想让我跟都尉司那些人同流合污啊？平津侯尚且不干涉我如何当青天剑监正，若是我投靠了曹敬贤，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清流啊。为师跟你讲过，朝堂有朝堂的险恶。当了官儿，虽然查东西方便了，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。你学了这么多东西，这个不可能不会的。可我的初衷，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，我只想要报仇。那我问你，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找到第3个仇人。错，是你要活下来。你刚刚上任钦天监，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。
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所以，好官坏官，你都得会当。师傅，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儿，第三人想必也是。仇，我是一定要报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。死脑筋！当你的好官吧，祸福相依，不会全是坏事的。先过了曹敬贤这关吧，师傅我有的是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师傅的办法就是，死了！别管他了，说吧，什么办法？师傅的办法就是，再想个办法吧。收敛眼泪的锋芒，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袖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光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其实道德藏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翻云是我，浮云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生杀是我，雨多是我，上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，芒种是我，袖手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